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蜥蜴。我最近想录一个关于返校的视频，在写提纲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并不喜欢说母父，而是会说爹妈，但同时我又会喜欢说女男。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用母父这个词，但我对这些词是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的。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来说，我的逻辑是，有母就不应该有父，有父就代表着肯定没有母，这两者是彻底对立的，原本就根本不应该放在一起。那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来把定义说一下。那我是把母系社会或者说女权社会、全女社会的母和父权社会、男权社会的妈特地区分开来，因为妻奴非母，她只是妈。妈妈是生下你的那个人，但她真的不一定是母。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因为妈的生育是不自主的，她因为所谓的这种爱情或者利益，就跟一个仅仅跟她睡觉但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一起结成一个深度的同盟。那她用这个男的配子，即使这个男他的配子并不是最优秀的，甚至还有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毛病，但他丝毫不去考虑他未来孩子的身体健康或者人格品性，而且他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他让他的女儿也跟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即使这个女儿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或者青春期的时候要跟这个男人独处，他甚至还会去争取男人跟孩子独处的时间，所谓的这种让孩子跟爸爸更亲。他还让他的女儿随父姓，所谓的认嘴做父嘛，管这个男人叫爸。他给了这个男人影响、教育，甚至是打骂、伤害这个女儿的权利。他还因为他认同，甚至他想讨好这样的父权制家庭、父权制的关系模式，他从小就这样培养女儿，让他的女儿成为一个未来的妻奴预备役。他所有的生存资源跟情绪价值，无论是他自己本身继承来的也好，还是他自己努力获得的也好，他都会分给这个男的，而不能100%全部给到他的女儿。这刚刚所说的一切建立的前提，就是他仅仅是跟这个男人睡觉，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性缘家庭。他跟这个男人因为有性上的连接，他就给了这个男的抚养女儿的权利，而母的生育是完全可以自主的。这样的生育，它是跟爱情或者跟关系无关，它跟对方的经济条件也无关。母只会在自己想要并且合适的时间选择一个最优秀的配子，那生下的孩子也是跟自己姓的，用自己的资源，按自己的观念，在自己的家里面养育这个孩子。他的深度同盟和育儿帮手是跟他有相同意愿、相同观念的妈妈、姐妹或者好友，而不是只是跟他睡过觉的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的。他会把所有的生存资源跟情绪价值都给到他的女儿，比如财富、人脉、关注和爱。他会把女儿当作未来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未来某一个男人的附属。他不会要求女儿从小去做这种贴心小棉袄，要她温柔，要她漂亮，要她善解人意，让她懂事，就所谓的成一个贤妻良母的预备役嘛。那我们理清楚妈和母的定义，其实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我不爱说母父，而是会说爹妈。因为既然有生理爹，就一定代表着妻奴非母。所谓把妈放在爹之前，难道不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自欺欺人吗？就是这种嘴上的抬咖又怎么样呢？显得他很厉害又怎么样呢？是觉得女人进了父权制还能赢吗？所谓的这种妻权女力，所谓的这种很厉害的大婆主母，是能压男人一头吗？就还不如直接去承认你妈的失权。她在男人的家里，她就是生了一个随父姓和随父基因的孩子，她让孩子认了父，她自己也成了奴。就无论看起来再怎么凶悍，再怎么厉害，再怎么母老虎，就遮盖不住这个事实，就是他永远排在你爹的后面。所以我就觉得嘴上说母父，想要这种强母弱父，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不如说压根不要进入父权制的家庭，直接有母无父，而进入了就肯定是爹妈这个顺序。这种权力的顺序和地位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妈的失权永远洗不白。但是我就会说女男，因为女男就不一样啊。女男是自然性的性别阶级，是造物者和他者，和刚刚聊的这种社会性的家庭权力秩序不同。那女人是有创生和造物的能力和权利，而男是被创造的。
所以肯定是女排在男前面。但话又说回来，有能力有权利就肯定会有责任。那现在男这么猖獗横行，女人的生存环境这么糟糕，自然的性别阶级如此错乱，那女人是不是也有问题也有责任呢？当然是。当女人自愿成为妻奴，自愿去把这些能力跟权利送给男人的时候，她就是亲手建造了伤害她自己和伤害她女族的父权家庭和父权制。她甚至亲自生产了她的敌人男宝，也就是男的幼年体，这就是无可辩驳的自作自受啊！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排男，停止爱男，停止沾男，停止生男，这是唯一的解法。如果有生育意愿，那就不要当妈，而是用母的思维和方式去生育女儿，不要造父，不要生男。所谓的这种男女平权，什么夫妻平衡，什么母父称呼，其实都是假的，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些东西只是在给父权制描花边、涂颜色或者打补丁，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丑陋恶心，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没有变。而终极答案一直都非常简单，就是有母无父，爱女排男。那今天我的分享就是这些，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订阅点赞，拜拜。